来到 TVB 实战情势，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是赖进办发言人戴伟山，大家晚安，大家好；民众党发言人吴怡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凤馨，大家好；立法委员江启臣，大家好；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大家晚安；以及立委候选人罗志强，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选举快到了，各种传言、各种说法出来了哦。那我们的行政机关也有严守中立吗？现在传出来有公股银行，有一些所谓的赖群组在拉票吗？这是借选吗？这是来自于立法委员王宏威的爆料，他说。卓荣泰他是谁？民进党过去的这个党主席哦，那现在那当然也在赖进办有一定的这个功能。他坐镇公股银行群组，要帮赖清德选举吗？这个卓荣泰他自己有回应，他说被乱供、胡乱指控。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信赖金融里面竟然有赖清德的。这次选举的总督导，全国总督导卓荣泰在里面。就出信赖金融群组讨论内容，王宏威质疑前民进党主席卓荣泰主导为了浮选将手伸向国家机器，包括和库、兆丰银行等公股银行都被点名，有高层入群讨论如何为赖清德拉票。王宏威也公布崔少者检举，声称是和库投信前董座林博玉面试大学生的音档也曝光。我们政治倾向跟我很接近嘛，我们在另外跟你讲，然后像我们这方面在选，现在最缺的就是20到29度。对啊，那绿的怎么样？大家讲讲怎么去抠。那像我们就是属于就是包装社团啊，这种自动社团啊。李明他有认识的黑白两道非常多，那我只是一个小职员。王伟指出，这名被面试当网军的学生在8月后就入职，截考前无法联系上林博玉，但卓荣泰发出3点声明，强调信赖金融群组是支持者自发成立的群组，成员中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的高层首长，更不涉及募款绿金或者养网军。林博玉甚至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在上班时间然后他去招募年轻人，要求这些年轻人去组网军，去带风向。请王宏威女士不要因为选情危险、地方组织松动就恶意攀咬、胡乱指控。大选前群组讨论也难免被放大检视，但公股银行办公室面试却讨论选情，恐怕难免落人口实。刚刚那个声档录音档是来自于林博玉，他是前和库的董事长那大家知道那个场景是什么呢？吹哨者应该就是这名学生，他本来考上了他本来要进来这个公股银行工作他就把他叫来应征的大学生。那大家有听到吗？他跟这个学生讲说，你去这个学校里面抠群组出来掌握同温层来带风向，协助这个相关关于赖清德的选情。林博玉截至这个截稿时间并没有回应，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说法，他没有说 yes， 也没有说 no， 他不知道是不是他啦。不过这个王宏威爆料的截图还有这些所谓的群组的内容里头有和库相关的人员，兆丰银董事这些都在里面那另外呢，为什么要去校园里面这个说相，或者去校园里面这个活动呢？那当然，年轻人的选票现在这一次的2024的总统大选里面相当诡谲。过去大家觉得年轻人都是民进党的票，可是这一次年轻人的流向好像不再跟过去一模一样了我们就看到像是这个《金融时报》呢，他的一个报道他驻台记者席嘉玲。可能很多人也认识他长期在台湾观察政治还有选战他说这一次台湾的年轻人幻想破灭的年轻人如何看待这一场重要的选举包括你看到的报纸头条，大家都在抢年轻选票，年轻选票怎么流怎么走，也许会变成我们这一次大选的最重要的关键。不过讲到公股银行有没有可能借选，这个要请教凤馨姐。好。你说公股银行在每一次的选举当中有没有试图要动作？我必须说，几乎每一次都有那么，只是他做的到底是粗糙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事实上，在2008年的时候呢，那时候陈水扁执政的最后一年，那时候呢，动员呢所有的金融机构，就公股的金融机构，然后一起登广告。那一次其实是最恶劣的一次就是说我们支持什么这样好 OK。
那么，这些事情啊，其实历史上面常常可以见到。这一次呢，王宏威的报道，我先讲一下，因为王宏威他过去长期的跑金融这一条线，就是他不在担任记者的时候，他就是财经金融的记者，而且呢，跑中央银行、跑各个银行呢，其实时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比如说，他认识的金融圈的人，大概现在呢，经理级、副总级、总经理级的是相当多的哈。所以呢，他在金融圈的触角的那个范围之广，我觉得是一般人所比较难以触及的，因为他终究是累积了非常时间的这个人脉。而在这一次当中，其实是有明确的，包括了群组里头的截图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还有林伯玉，这个是和库的前总经理，他呢跟8月11号，他日期都有，然后跟大学生之间对话的记录哈。而林伯玉主要出身的是凯达格兰学校，然后他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他可以去到公股银行。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公股银行哦，不是说它是双重的这一个就是大众身份，一个是它的股本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纳税人。绝大多数，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它之所以拥有影响力，是因为拥有庞大群众的这个存款，所以它既是存款户的公众，又是我们纳税人的公众，然后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公众的资源，然后去做选举之用，这就是恶劣的手段。但是啊，我讲说年轻人的这个部分啊，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啊，那么我觉得对年轻人的这个他那个影响确实是大的。我去查了一下资料，你知道吗？在2016年的时候，20岁到39岁的族群，就横跨20年嘛，哈，平均投票率大概58%。好，不同的就是20到24，然后呢25到29、30到34、35到39，大概都在58%。那上下好，所以呢，平均大概58%。可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拉高到72%。当然有反送中的因素的影响，然后也有那个时候呢，整个蔡英文的网军操作啦，还有包括了他跟这一些网红的一些合作的这一些处理，差距就13到14个百分点。这个族群20年下来，其实可投票人数是600万。600万，你去乘以13%到14%的话，差距就有将近80万票。可是习嘉玲这一次《金融时报》的这一篇报道，习嘉玲真的是蔡友友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她过去跟蔡英文之间关系是非常好，很多蔡英文的第一时间的一些相关新闻，她都是第一个处理独家。那么他这一次，我相信他一定也是有感而发，因为他在街头上面访问了非常多。当然，街头访问不等于民调，可是从民调数字里头也看出来，赖清德他在年轻族群当中，其实损失是相当大幅度的。他到大学里头去演讲，其实也可以看到说他没有办法应对年轻人的这一些质疑。所以，我觉得一来一往之间呢，你希望用金融机构的公众资源去拉票，会适得其反。我觉得这个爆料就是里面有人太看不惯了，而第二部分是年轻人这个部分的失落这件事情。我觉得执政的时间这8年来，到底年轻人感受如何？其实这一次刚好做一次很明确的检验。是蔡英文总统上一次的选举拿到817万票，他的年轻票几乎是横扫碾压对手哦。那习嘉玲这一位我们的同业哦，我们必须讲。台湾的外国媒体在台湾长期有驻点真的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同业我们大概知道哦，习嘉玲算是一个比较长期有在关注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大选的时候前后才来，3个月前来，半年前来，已经算很久了哦。所以你看这一次呢，他也透露一点担忧哦，他说哦。这一场选举难以预料的关键就在20到29岁的年轻人，因为哦，他们显示对政治难以怀抱这个幻想的态度，他们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处理两岸问题的最佳方法。当民进党告诉你说你要武装台湾到这个刺猬岛然后才能够对抗对方的集权，可是对习嘉玲来说，他的观察是年轻人其实搞不清楚哪一样才是对我们最好、对他们最好的所以年轻人的确现在还掌握不了吗？来，
是，应该说就我们要多多跟他们沟通，跟这个说服啦。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政策上面，我们基本上我们都希望让年轻人可以在未来过得更好。那所以在延续小英总统的这个政策方面，我们不管是在公宅，不管是在托育育幼上面，我们都尽量要给年轻人扶助，甚至是我们过去从0到6岁国家养，我们现在已经提升到0到22岁国家养哦。我们希望全方位让年轻人可以更加的轻松。但我想反观侯友宜的阵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侯友宜竟然提出说要让终身来台就业。那这样是不是会打击这个年轻人在台湾的就业率？我觉得这确实是年轻人要思考清楚。那我觉得今年的选情确实是真的是比较冷哦，算是起步的比较晚。那我觉得这个很大原因是因为之前其实蛮多选举就是一直在重复动员哦，包含我们现在公投啊，或者说像这个很多这种各方面的选举，甚至罢免，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大家已经对于这个政治上的动员其实有点疲态，所以大家其实在那个关注力本来就是下降，所以也造成这一次在各个阵营里面，其实看起来这个表态率都会变得比较低。那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部分，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让他们去知道说，过去我们的执政跟马英九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在蔡英文执政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出现这个所谓的22K， 而我们劳工的这个基本薪资其实也年年的增长，已经调涨了8倍。所以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政策上面，其实我相信国民党跟民进党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8倍8次，我们调整了8次，是我们逐年去调整。那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获得比较公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强哥，其实我必须说实在话哈，就是民进党在年轻人这一块真的麻烦非常大哈。尤其这段时间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因为我就是在大安区在跑。我讲最近的 case 啊。第一个哈，我有一次到那个一个就是圣诞晚会嘛，然后当圣诞晚会进到学校，我们基本上是不穿竞选背心的啊，就是一般的服装进去，跟大家 say hello 问候一下哈，然后上去也就是大家只喊一句圣诞快乐哦，一个国中哦，底下就有国中生喊下架民进党，然后旁边一群欢呼，你知道？因为他认识你，我坦白讲，他认识你，对，他认识我。然后看到我只是跟大家讲圣诞快乐，我没有讲任何选举。我也进到学校，我不敢讲选举的话。大家圣诞快乐，底下一起可以喊一下下架民进党，一群学生就笑，就那么轰起来。这个场景坦白讲我没有看过。下架的民进党变流行了，对，变流行嘛。语了。但这个你可以看，每次赖清德进到大学演讲，拜托你看到，其实那个氛围是非常精准的哦。我就讲那中山大学女学生。他就想绝对权力、绝对腐化。你们民进党的贪腐一讲完，赖清德去反问他，你讲个具体例子来，各位看看，此起彼落，不是那个中山大学女学生而已，是此起彼落的人开始讲所有民进党的弊案，然后呢，全部的人就开始哄堂，开始就很热闹那种感觉。我再讲一个例子啊，因为我自己在街头演讲讲了600场，所以那个水温我是知道。我也坦白跟大家讲，前几年我在街头演讲哈。大部分就是大概中年以上对我很友善啦，年轻人要么2种冷漠啦，要么又看到有时候还会呛虾哈。我有一次去街头演讲，也是就是刚好大概隔个几个街口，就是也是一个中学，国中生好像对我比较友善哈。下课一群国中生结伴过来，大概就是一群过来都找我照相啦，那我就受宠若惊，然后想说，为什么怎么感觉变那么多哈？那我跟各位讲说，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因为民进党真的太扯了啦。你今天过去做那些事情哈，你当大家是这个好像是塑胶一样，你就讲赖皮寮的事情。坦白讲，你今天除非我是民进党死忠的人，我今天看到民进党在赖皮寮那个10%总剧本哈，那从外太空到杀猪工各种脚本全部都可以演出来，荒腔走板到这种程度。你觉得怎么样？年轻人怎么可能支持你啊？那你都没办法说服你自己，你叫年轻人怎么支持？那当然，另外你就会看到说，今天回到这个所谓信赖金融这件事情，民进党就是一个状况啦。赖清德你都不要忘了，你也被小英的网军搞过嘛？你当时还是恳求总统不要再用小英网军搞你了。那段时间哈，我跟各位讲，那是我最爱去赖清德脸书去看，为什么呢？有一种似曾相识的那种同情感，因为我们都是被网军洗了很多年。后来那一段时间，我们有点落寞，因为网军不来洗我啦，跑去洗赖清德啊。我就去那边看，真的很好笑。民进党网军洗赖清德是把他洗成中共同路人，你知道吗？都很难想象，连赖清德都可以抹红可是现在抱歉，你回到赖清德，你选总统，你还是要去用政府的资源
然后呢，之前不是台南那个所谓的什么梦想青年协会，对不对？3000块，只要去帮赖清德按赞，对不对？分享，就可以有拿3000块，那讲白了就是说，今天显然你已经在年轻人这一块，你已经失去了年轻人的支持度，你只好用国家资源、用钱来砸嘛。现在金融不是就这一回事吗？你是用钱想要去收揽年轻人的心，但我跟大家讲，年轻人可能收了你的钱哈。也许帮你去按赞、分享哦，会因此支持你。你想太多了啦，大家也是今天也就是顺便赚你的钱而已。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台大的毕业证书现在有新版本了吗？这个版本改变的地方大概在哪里呢？是在日期哦。这个是旧版的，旧版的话，就是如果你拿到这个毕业证书，会说你是在中华民国几年在本校毕业的。可是新版的没有中华民国这个纪元了哦，变成了西元纪年。这是谁的主意？引起了风波，也引起了争议。我们来看看。台大新版毕业证书设计出炉，不过学生拿到却觉得校方审美也太特殊。新的毕业证书不止中英文排版，学生觉得拥挤，证书上头的民国纪年也被删除，让老师觉得太离谱。那同学就直接讲说，这个就说在我们自己国家里没有中华民国，实在觉得怪怪的。这个是实在。这样发生的很遗憾，还是不应该发生啦。这毕业证书已经发出100多张，校方会想改版，传出是这原因。那说到中国这边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我觉得说其实你拿纯英文的版本到世界各地，包括到中国，应该也还是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台大也回应毕业证书改版，从前校长管中闵任内就开始讨论，起因是有学生反映，希望将中英文毕业证书合并，但证书同时有民国和西元纪年，太混乱，才会删除民国纪元。这是今年8月各学院院长及一级主管共同决定，并非校长陈文章个人拍板。而管中闵则不满，在脸书 po 文喊冤，抱怨自己莫名其妙中了一枪，并附图强调自己任内推动校学士。只讨论过增列此资格，绝无涉及其他内容。开放型的课程那基本上是更像个人化的一个学习。教育部则说，毕业证书要用什么纪年，根据法律全由校方校务会议决定。但中华民国的毕业证书却删了民国纪元，到底为何做出这样的决策？校方强调绝没任何政治因素，国人也只能各自解读。好，中华民国的毕业证书在中华民国的大学，我们的第一等大学首府大学的毕业证书没有中华民国的纪年，只剩下西元2024年1月1号 ，maybe 就假设你是拿到这个你毕业的年份哦，这样子好吗？还是就像我们刚刚的新闻报道里讲说，这个跟世界接轨啊，你到对岸去，你到其他国家去，都是西元纪年，这样讲得通吗？哈，我们再看看刚刚有出现苏宏达院长的一些话哦，这个电话访问。苏宏达自己本身也牵扯到另外一桩争议哦，他想要续任这个台大社科院的院长，结果连任失利了吗？这个自由时报的报道是说，因为政治化处理林志坚学伦案屡呛校长这是这个自由时报的说法自由时报的报道。谢佩芬说，为什么苏宏达没有办法连任成功的原因，是因为苏宏达将政治手段凌驾学术伦理，他在暗示也在明示，因为林志坚案他不公正，他带风向那当然，苏宏达苏院长他非常生气啊，他说你谢佩芬造谣，林志坚跟郑文灿的论文抄袭案都是有程序来办理的，是依法组建委员会，而且是不记名，有2/3的这个委员认为这个该通过或不该通过，是由委员们来这个决定的，怎么跟我有关系呢？那我们去问了台大讲说对这件事情不清楚，对于各学院主管续任与否，学校尊重各单位依法规办理。校园怎么变这样？好政治首先我实在是对那个毕业证书很有话说我拿台大的这个毕业证书已经都快要40年了啦当然不好意思透露了我的年龄，还没有到啦30，我们才刚刚过35年啦。但是呢，你看一下旧版的很好啊。我拿了35年的台大毕业证书，在这个时候
我有没有出国去？有啊，我有去美国念 NYU 啊。那这个旧版的中文的毕业证书对我们产生困扰？没有产生困扰啊，因为你要出国的时候，你就申请一个英文版本的、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那你看看，你用那个新版的，你把中文跟英文挤在一起，那个有像毕业证书吗？请问你这个像哪一国的毕业证书？我真的是不好意思的讲，像哪一国的毕业证书，我真的跟你说，如果拿这种毕业证书，我们都是在国外留学过的，你真的到海外需要英文申请的人呢，一定呢会觉得非常的困扰，然后看了半天字那么小，而且我觉得他冒一个很大的风险，他会被那个对方的学校认为你这个毕业证书可能不是真的哦。对，因为很少人会用这样的一个对照组的方式嘛，因为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它有各式各样的语文，它到了你要去英美系国家，它就翻译成英文；你到了欧洲系国家，你要去法语系国家，你就得翻译那个法文啊；你要去德国留学，你就得翻译德文啊。而且你那个本来就是有代表处政府单位就会给你公证啊。这有什么困扰？我觉得多此一举，不需要然后呢，合在一起这里头，我觉得所有暗藏的里面的不怀好心哦，我觉得陈文章这个校长真的很莫名其妙，背后一定有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就是不要用中华民国的纪元啊，因为他们可能私底下那个反中派，他想要那个抱民进党的大腿，看他未来可不可以变成教育部长，还干嘛？但是呢，你自己敢做不敢当。这明明在你陈文章任内出这么奇怪离谱，这个真的不是审美，我真的跟各位讲，这叫做混淆视听啊！我相信其他的国际学校拿到这个证书一定会非常的苦恼。好，这样子混淆视听的做法呢，他有胆子把事情推给管中闵。管中闵是什么人啊？管中闵是才刚刚跟这个杨度写一个大学的脊梁，然后那个书卖到突破那个畅销书排行榜的例子的那个重量结束，管中闵有管爷之称，他会忍这种气吗？当然管中闵不会忍啊，他轻飘飘的一句话说，我躺着都中枪，我当初有要叫你搞成这种不伦不类的局面吗？当初有要把那个中华民国取消吗？台湾大学，台湾首屈一指的学校，我们有多少人都是台大毕业生？到现在的总统历任的马英九、蔡英文还都是台大毕业生。你有用那个旧的毕业证书，你有哪里不高兴？你讲出来嘛。你有哪里不方便？你讲出来嘛。简直莫名其妙。好。那关于苏宏达呢？他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啊，哈。哦，对 ，OK。那我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帮他说几句话，哈。我有去苦劝苏宏达，我说你再怎么样讲，在学术界，你有时候发言哈，比我们政治人物还要呛哦，实在是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可是事实上呢，他在学伦会，尤其处理那几个论文事件。他是不是处理得很赞、很公正？他不但处理得很赞、很公正，他当时知道林志坚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他请到的他的论文的专家都是国内首屈一指，他动用了好多长辈，拜托了最大权威的人，所以出来都没有话讲。然后呢，包含教育部，包含什么？他们看过内部资料的人，没有人有意见。当时呢，苏宏达为了让那个跟林志坚论文啊，就是那个调查局人员那个姓于的那位。他为了让他进学伦会作证，不要受到记者干扰，还让他换装，穿成中华电信的工程人员的衣服进去，然后处理。就苏宏达处理整个每一个过程，小心谨慎又细致。那他这一次，我觉得《自由时报》还有谢佩芬追打，最不公平的一点是，第一个，《自由时报》标题讲到说他是首次不能连任的社科院院长，事实上。
台大社科院的传统是院长没有连任，所以当时他要寻求连任的时候，很多人都劝他说我们这边的传统就是没有连任，所以不是叫做首次未能连任，而是首次他想要寻求连任。那他寻求连任，社科院他票数差很少哦，只差4票哦，18比22票。他其实还有一个救济方案，就是让全校的教授来投票。那苏宏达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做这件事情。谢佩芬一个选立法委员的人，你正要选举，你去给人家台大指指点点的要干嘛？他就去呛说：“你就是因为政治这个问题，所以呢，你这个学校不会过。”他根本还没有提出，怎么可以事先这样子？我觉得谢佩芬实在捞过界。来，委员，我在大学任教10年，我还是觉得啦，大学自主。然后学术自由，各党各派都必须遵守这8个字啦，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一个证书要怎么处理，其实是大学可以自主啦。对，我尊重。那怎么样做是大家都觉得可以接受，我也尊重啊。那但是真相是什么要讲清楚啊？比如说到底是哪一任校长开始做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真相的，是应该要讲清楚的啊，不应该随便就说啊，这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的。那第二个这是中华民国国立台湾大学，对，所以当然是一定要有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纪年，这是毋庸置疑的嘛，而是你要怎么放的问题而已。你现在盖了一个台湾大学国立台湾大学这个校章，然后下面用西元。其实这样子的配对，它不能并存吗？好奇怪，我觉得全部都可以并存，你底下也可以并存啊。不难，而且反正都这么花了，而且它的理由不成理由。你看它的西元也是写中文，很丑啊。那你这样子外国人你不会看上面的，所以我才说这个事情就是第一个真相是什么？是第二个就是说这样子的，因为这是学生在用的，这。主要它是否学生嘛，学生觉得说他在使用上会不会遭遇到困难，不管是在国内用还是拿去国外用，我想这个可能要问学生的意见嘛，那所以我才说这讨论的过程跟真相是什么，应该让大家了解一下啦，也不用用太多的政治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有心人要用政治去看待大学的学术自由或者介入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就是。触犯了学术自由上面那个红线，对那个红线，任何一个党去碰触这个都不利了。是赞成把这个真相讲出来，只要说服我就可以。我也有台大的毕业证书哦，因为前几年有去念了一个台大的研究所。其实我不反对把它并在一起哦，虽然这个永平姐说这样很丑，可是我不反对。可是你可以并存啊，你上面都并存了，为什么底下不能并存？你再加一行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我觉得不难呐。而且如果要并存的话，比如说这一位学生他的英文名字，在这里上面并没有嘛。对呀，而且学生名字那么小，院长跟校长名字那么大，这什么意思？这个都可以再讨论呐。可是要把真相讲出来，不要骗大家，好不好？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